我命令立即捣毁敌人的1号、2号秘密联络站，敲山震虎，要严厉地打击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，同时逼迫敌特分子向城外转移。周局，那敌特的3号联络站呢？动不动？暂时不动，继续秘密监视。局长，为什么呀？我们625专案的最高任务，就是要搞清楚敌人惊蛰行动的最终目的。如果把敌人所有的行动路线都掐断了，那对我们的侦破十分的不利。万一敌人狗急跳墙，来个鱼死网破，我们得不偿失。同时，还会影响到老一在敌人内部的行动。执行。是。别动，老四。怎样？啊，你们的挂号信。不用。勾进。是。来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咱们戏演完了，该给共军腾地方了。撤。局座，您找我。二叔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竟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擅自袭击春城水厂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也许二叔有他的用意，不过行动没有成功，肯定成功不了。现在共产党就会大做文章。马上给他发电，命令他尽快派人把黑龙山地形坐标图给我送到香港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快！陈将军，弟兄们这拳法打得非常不错呀。特派员好眼力呀！这些个弟兄都是我从河北带过来的，实打实的练家，都是我喜欢的呀。我看陈将军喜欢他们，不全是因为他们是练家子吧？哦，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是家乡人，乡音或许能够缓解陈将军的思乡之情啊。知我者，特派员也呀。曹大哥，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很可能会暴露他不该暴露的东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叫我长官了，以免被别人发现你军人的身份。当然，这也是为了安全。那我是叫您亲爱的呢，还是 darling 呢？我觉得这样的称呼好像是更符合我们假扮夫妻的身份吧。这个你随便。是长官，不，亲爱的，这次旅行你是想和我做假夫妻呢，还是真夫妻啊？我的小美人儿来了。陈将军，我去趟电讯室，有事派人叫我。哎，你去，这有我的部队。哎，小美人，别走啊！没事，这不是有你陈大哥在呢吗？放开你的狗爪子！这小美人，
虽说你陈大哥这爪子写字儿不正，可是他会打拳呢。就你会打拳？那当然了，这天下的拳法没有我不会的。怎么，你不相信？既然这天下的拳法你都会，那就教我几招呗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废什么话呀？好，痛快。那今天大哥我就教你一招祖传的秘招——吕布戏雕城。这一招的名字还真好听啊！你就教我这一招呗。你真想看？哎，嘿，怎么样？这不就是上冲拳下踢腿吗？这管用吗？这管不管用，小美人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试试。试试。来呀，小美人，来呀！曹大哥，陈将军，我学的像吗？像太像，不过你以后能提高点儿吗？五子，五子，五子。我知道你听得见。你并没有走远，就在我这儿呢。
山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在找你？你居然躲在这喝酒！喝酒！你在这喝酒！起来！我跟虎子正喝酒呢。起来！你听见没有？别打扰我。陆凯，我知道虎子死了你很难受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虎子是你的战友，也是我们的战友。我们跟你一样痛苦，一样悲伤，一样难受。但是虎子的牺牲是伟大的，我们都替他自豪。你再看看你现在的表现，简直就是一个懦夫！我警告你，别打扰我们滚！你这个混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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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凯，这几拳我是替虎子打的，也是替川城的百姓打的。虎子死了，百姓好不容易想过一点安心的日子，却又因为敌特的行动陷入危险。你知不知道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？可是你现在却还在这里喝酒！滚！陆凯，你混蛋！这一巴掌，我是替我自己打的。从我认识你开始，我就觉得你特厉害，什么困难在你面前都不算什么。你的勇敢，你的坚强，可是今天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陆凯，只要有战斗，就会有牺牲。虎子为了祖国和人民，死得其所。我们对虎子的怀念，就是让敌人血债血偿。不能再有牺牲了。闺女啊，这自己出门啊要注意安全啊，自己长个心眼儿。放心吧，大娘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嗯，啊，对，这本书你拿着，路上没事的时候看看，可以解解闷儿。嗯，啊，去了那边呢，有人接你，是一个穿着白西装、手拿玫瑰花的人，记住了吗？知道了。嗯，走吧，啊，自己小心点。来，去吧。难过的时候就去睡一觉，会好很多。大哥，我知道虎子死了，你很难过。我们都是从战争的炼狱中走出来的，见过太多的死亡。军人的最高职责，就是为了理想而牺牲。虎子是好样的。二弟，我以前难过的时候，经常躲在被窝里哭，哭累了就睡，谁也不会嘲笑你的悲伤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你会发现你还是你，
昨天已经死了，咱们活在今天。虎子他太年轻了。振作起来，咱们还有很多事儿要做。你找我是有事儿？这是三弟当年从保密局拿出来的绝密文件，可以证明山口俊一在黑龙山秘密藏匿了2吨细菌武器，足以毁灭一座城市。我过来就是想让你派周雨涵再去一趟抚顺战犯管理所，提审那个川岛清，进一步了解山口俊一真实而详细的情况。交给我吧。灵台无际桃神使，风雨如磐暗故园。记忆寒心全不察，我以我血见轩辕。坐吧。座れ。川岛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川島さんまだ会いました。あ、はい。何か聞きたいなら聞いて。有什么事儿你尽管问。きっと何にも言います。残らずに言います。我将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根据当年国民党军统对山口俊一的秘密侦查，发现他在黑龙山地区还建造了一个秘密军火库，对吗？でしょう。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秘密军火库吧？を知っているべきだろう。あ、はい。是的，因为山口俊一被石井四郎派往外地去实行的是绝密任务，我还是后来从绝密档案中才知道的。这份档案在哪里？现在还找得到吗？我ら撤退するとき、フィルムを廃棄するときに。我们投降撤退的时候都已经被销毁了，我也是在销毁文件的时候才发现山口君执行的是细菌战的任务。川岛清，你看看这份资料。我想应该不会有假吧。ないでしょう。この細菌戦は人間の状況じゃない。研究细菌武器就是反人类的行径。那个秘密军火库里藏有2吨的细菌武器，是不是真的？その兵器庫の中は2トンの細菌武器を隠した本当なのか？しかし、軍飛行の詳しい地位が知らないんですよ。但我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军火库的详细位置。我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。まだ一つの問題を質問します。言ってください。你请讲。知ってることは。凡是我知道的，我一定都说出来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如果我的坦白能够赎我的罪，我愿意什么都告诉你。当年日本特高课
曾经抓捕了一位军统的特工，并且成功的策反了他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このことを知ってますか？この件、山口から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みたいな。我从山口君那儿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儿，但是具体内容我并不知道。好了，今天就问到这儿，你回去吧。今日はここまでだ。帰りなさい。はい。抓住了，抓住了！洪涛现在就是我的全部。你还年轻，还应该有新的生活啊。你觉得我还会有新的生活吗？盛文不是马上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回家了？可是他的心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停留过。怎么会呢？这些年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死去的弟兄们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捕麻雀上面。你要理解他。我理解他很多年了，已经够了。何况他身边现在还有个静卓。你要相信我，你也要相信他。他有他的办法。离盛文回家，你们相聚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接着说。洪涛，给妈妈放张唱片。蠢货，袭击水厂又失败了。你以为我们会永远养着你这个蠢货的家人吗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您饶恕我的家人，我一定将功赎罪。尽快把崔胜文的老婆和孩子给我绑了，我要用他们交换山口俊一前辈。明白。
の城を下ろして真似していいよ。はい。为什么不梳头？我知道你不怕死，我更知道你是个大孝女。我奉劝你不要为了虚无缥缈的信仰，就让你的家人为你殉葬。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完美的替身，麻雀。是，绝不能因为你的愚蠢和懦弱，玷污了这个代号。以后我用仙人掌这个代号和你联络。你走吧，自由的生活。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会唤醒你的。是。进来。宋指挥，人带到了。等着吧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是。你是不是特别想问我？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？对吧，马专员？我不光知道你在春城的住处，就连你老婆孩子在台北的住处我都一清二楚。永吉路132号208室，对吧？你想要干什么？你紧张什么呀？当然，虽然你在毛局长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，诸如我对党国有二心了，我对那个日本人格外关注了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不怪你，因为我并不在意，因为做我们这一行的嘛，多疑是天性。况且如果没有你告我的那些黑状，毛局长也不会对惊蛰行动那么重视，关注行动的每一个步骤。所以，我要谢谢你。你把我叫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？你他妈老实点，不然我宰了你！哎，不要对马专员动粗，回来。马专员，你呢是个聪明人，当然知道，被你监视的人也会反过来去监视你。就好比说，你和崔胜文的关系就很密切。他可是现在共党的红人，商会会长崔锡正的儿子呀，通共的嫌疑不言而喻。你好恶毒啊！恶毒？恶毒的是你！我问你，照相馆那个联络站是你透露给他的吧？要不是因为我侥幸逃脱，早就被共党给抓了。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对惊蛰行动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吗？我要是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毛局长，毫无疑问，你就再也别想看见你在台北的老婆和孩子了。
马专员，你只不过是个监督者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。我想，你应该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为我做事，听我指挥。可我……当然，如果你都按照我说的做，我绝对会替你保密，而且不会为难你。可是如果你敢阳奉阴违，后果是什么样，我不说，你自己也很清楚。马掌柜，行还是不行？你给我个痛快话。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松绑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坐会儿吧。不必。不送。队长，你可回来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吴祥涵和他的儿子失踪了。这小徐呢？他正在接受询问呢。怎么回事？科长，这事儿有点蹊跷啊！我接受了保护崔家人的任务以后，马上就去了崔家，把局里的意图告诉了崔老爷子和吴祥涵。这崔老爷子倒是表示欢迎，可是这吴祥涵就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，沉默了半天，才表示愿意配合我们这次行动。说重点。是，今天上午吴祥涵的行为有些奇奇怪怪的。洪涛，小徐，我去给洪涛和自己买2件衣裳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没问题啊，我跟着你们2个就行了。我的意思啊，就是你别去了，这满大街还以为我是你犯人呢。那怎么行，崔夫人？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了？我这是买衣服，这试衣服换衣服的，你跟着也不方便，是不是？崔夫人，这市场上人多眼杂的，为了你的安全考虑，我不是你们公安局的犯人，你不应该干涉我的人身自由。这边请。洪涛，帮妈妈把那件灰色的拿来。好的。我来。谢谢叔叔。崔夫人，你好了没有？崔夫人，崔夫人，这试衣间后边有个门，直通后院。当时我紧忙跑到后院去找，可是四周全找遍了，还是看不到他们的人影。接着我就跑到崔家去找人。崔老爷子很吃惊，说他们根本就没回来过。不好了！哎，陆科长，你干嘛去？我跟着你啊。坐回去。你还没汇报完情况呢。回去。你能确定，他们肯定是被绑架了吗？还用问吗？
肯定是啊。如果不是，就算我崔胜文上半辈子白活了。那你认为是谁干的？除了麻雀还能有谁啊？又是麻雀。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到底还是按耐不住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肯定是她，而不是别人呢？二哥，这还用问吗？因为他认为山口俊一在我手上。那也就是说，在他没有得到山口俊一之前，香寒和孩子是安全的。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，这不是我崔胜文的性格。你要干嘛去？话还没说完呢。我知道你着急，但是你告诉我，你知道麻雀在哪儿吗？胜文，有时候防守也是最好的进攻。你想一想，既然他走出了这一步，一定就会有第二步、第三步，你何不耐下心来等一等呢？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以守为攻，绝地反击。通知崔胜文，明天在火车站旁边的仓库，用山口俊一交换他的妻儿。又是这个邪影电台。错码？你回来了，盛文，你怎么了？红桃和香寒被他们绑架了，所以麻雀终于图穷匕见了。盛文，你去哪儿？这。老东西，就在今天上午，你的宝贝女儿抓住了我的老婆和孩子，怎么样？高兴吧？我知道他要干嘛，他就是想用我的老婆和孩子把你给换回去。只要你告诉我细菌武器你放在哪里，我可以免你一死，让你再多活几日。不要杀我，杀了我，他们也活不成了。金主，开绳子！住手！快住手！大哥！盛文，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混蛋！就算你杀了他，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你仔细想想，能救出香寒和孩子吗？能找到细菌武器库吗？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我不能让麻雀好过。如果他死了，细菌武器库就真的成秘密了。你气糊涂了吧？扣着山口俊一才能调出麻雀，才能找到细菌武器。你跟他斗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人，不能任性胡来。三弟，我之所以赶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
你一直在追的麻雀，很有可能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假的。你还记得斜影电台吗？斜影电台怎么了？斜影电台以前发报极无规律，而现在每天下午1点，它准时发报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明摆着就是故意暴露，引诱监听者破译他的电报。大哥，你把话说明白了。你不是了解麻雀吗？他的举动，但凡是违背常理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那么这一次，他是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？模仿。他模仿谁啊？这是我刚刚整的码，看见这个错码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只有模仿麻雀发报的人，才有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根本就不是麻雀发的？你不是了解麻雀吗？他的举动，但凡是违背常理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那么这一次，他是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？模仿。他模仿谁啊？这是我刚刚整的码，看见这个错码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只有模仿麻雀发报的人，才有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根本就不是麻雀发的？从他的发报手法上，我可以判断，这个使用谐音电台呼号模仿麻雀发报的人，就是你我都熟悉的二叔。模仿者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行为和模仿对象相同或者相似。尽管我们现在不是十分清楚二叔为什么要模仿麻雀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二叔不是麻雀，充其量就是一个模仿者。崔胜文私自带走山口俊一，险些酿成大祸。这次啊，要不是老姨的及时拦截，我们调出麻雀的诱饵可能就不在了。卢凯，你作为崔胜文的直接联系人，对他的行动太过放纵。唉，这个崔胜文确实桀骜难驯呐。要知道，我们对于崔胜文这种投诚人员，还是要控制性的使用。省厅决定，对于崔胜文延长审查期3个月；对于陆凯你，给予口头警告，禁闭3天。但鉴于625专案正在侦破的关键时刻，对于你们的处罚暂缓执行。据分析，惊蛰行动已经被美国人所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控制。老周啊，我决定将抓捕麻雀和625专案并案处理。是。忙着呢，科长。那我直接给你放屋里了啊。什么东西？啊，刚才路过门岗的时候，他们说晚饭前有人给你拿过来个邮包，我这一顺手就给你带上来了。给我的邮包？啊。放着。啊。慢点。搞什么搞？陆凯一惊一乍的，什么东西啊？
摆明是冲我来的。把它放到门房。那就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，所以不会有定时装置。东西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总指挥，以您的判断，陆凯能拆了这个炸弹吗？能不能拆那个炸弹，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哼。不是你们还跟着站着干嘛呢？赶紧撤离呀！快点儿，是我来处理。陆凯，这个可不是你逞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。小薛啊，提一桶水来，然后把那个拆弹工具都给我拿过来。给我回来！添什么乱啊？你见过这种炸弹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瞎出什么主意啊？这家伙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以前在军统的时候，他应该见过这种炸弹。但越是如此，就越能助长他的固执己见、自命不凡。所以，如果出了任何问题，都不足为奇。这种炸弹不能放到水中拆解，也不能用普通的拆弹工具。给我找个竹片过来。拿竹片。好。出去，带着大家撤！开什么玩笑？我又不怕了，我能撤吗？我是共产党员哎！这是命令。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就凭我是专案组的副组长。那我也是副组长啊！哎，行了，科长，你看这个行不行？都撤离，这是命令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可以帮忙。留下来可以，别给我添乱。好的。轻点啊！就算陆凯拆了这炸弹，你说他能复原吗？能，他一定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共产党的职责所在啊！你越是拿人民群众、老百姓的利益去威胁他，无论真假，他们都会不顾一切、不惜任何代价的到达现场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种炸弹既不能置入水中，又不能用一般的拆弹工具的？局长，当年我在潜伏的时候接触过这种炸弹。您看啊，这种炸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，在炸药的外层2个电极管之间缠满了铜丝。你要知道，铜丝是极易导电的物质，无论是把它置于水中，还是用普通的金属工具进行拆解，都会造成短路，从而引发爆炸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绝缘的工具进行拆解。够阴毒的啊！局长，在不了解的情况下，很多人都栽在了这种炸弹上面。2点左右有人来，轰隆一声燕双飞。
莫非这是敌人向我们示威，有意识地向我们透露爆炸案的时间？陆凯，你怎么看？2点之间有人来，是火字。嗯，轰隆一声，燕双飞是车字。嘿，猜字谜啊，有点意思。敌人是想告诉我们，明天2点，他们会在火车站实施爆炸。哦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敌特分子继大桥爆炸案之后，又一次对我交通线实施的破坏活动。根据老姨发来的密电，他们是在火车站周边交换人质。不过陆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又是红姑设的局呀？他玩弄他惯常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引诱我们上钩呢？局长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敌人可能随时改变人质交换地点，要想知道这是不是个圈套，以至于敌人的真实目的，我们得到现场去才能明白。那你有没有初步的判断？有，既不排除敌人为了破坏交通线，以人质交换作为障眼法，同时也不排除敌人为人质交换，以破坏交通线作为掩护。无论两边哪边是实招，哪边是虚招，我们两边都要做好应对才可以。你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。局长，我请求带人到达火车站，提前进行布控，疏散无关人员。好，让刘宁、周雨涵负责人质交换，但是要注意保密。是。局长，让他们别贴得太近，以免崔胜文身份暴露。你现在去吧。是。算了，别追了。你说刚才那个人会是谁？你的手，我看看。放肆！刚才的刺客不会是共党的公安。谁？我沈全。进来。长官，明天人质交换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也走吧。盛文，你有心事，对吗？像我们这种整天活在刀尖上的人，哪个会没有心事？我知道，你有苦从来自己咽，有难自己扛。我可以和你同甘共苦。我又想起田香他们了。我一想到
这么年轻的生命就惨死在日本人的手里，我就无法原谅自己。我发誓，我要替他们报仇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麻雀就像紧随我的影子，我看得见，却抓不到。军火库里没有麻雀的线索吗？我本来以为我打开军火库，我就可以离麻雀更近一步，可是没想到我拼了命，到最后白忙活一场。可是到头来一点线索都没发现。你想抓住麻雀这个魔鬼，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支持你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告诉我，要坚持，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因为你有我，有你的兄弟，还有你的父亲，还有很多人。对，军队嬉皮了，我不是一个人。盛文，不要忘记，想要抓住麻雀，山口俊一就是最大的筹码。你又去冒险了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不要等我，为什么还不睡啊？你觉得我能睡着吗？哟，崔老弟，哎呀，这么晚把你叫过来，你不会怪罪我吧？我这里过谦了，这么晚叫我来，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。是啊。服务员，再给我来一杯咖啡。是，请稍等片刻。崔老弟，麻雀今天中午给我来电报了。他让我转告你，明天中午2点，在春城火车站旁边的废仓库交换人质。到时候他会把夫人和孩子交给你，但前提是，你必须把山口俊一交给他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真的没有了。崔老弟，做咱们这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不能说的话，就算是咬断了舌头，也是不能说的。更何况这是麻雀的事儿，我就更不能随意张扬了。你不会是在故弄玄虚吧？哪里，就算借我100个胆儿，麻雀的事儿，我也是不敢乱说的。那我来说吧。马专员，请你听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跟你不肯告诉我的话是否一致？你收到的这封电报呢，有一个原本就不该出现的错码，由此可以断定，这封电报根本就不是麻雀发给你的，是这样吧，马专员？我估计真正派发这封电报的人，马专员，我不光知道你在春城的住处，就连你老婆孩子在台北的住处我都一清二楚。永琪路132号208室，对吧？你想要干什么？你紧张什么呀？
你把我叫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？你他妈老实点，不然我宰了你！哎，不要对马专员动粗，回来。马专员，你呢是个聪明人，当然知道，被你监视的人也会反过来去监视你。就好比说，你和崔胜文的关系就很密切。 他可是现在共党的红人，商会会长崔锡正的儿子呀，通共的嫌疑不言而喻。你好恶毒啊！恶毒，恶毒的是你。我问你，照相馆那个联络站是你透露给他的吧？要不是因为我侥幸逃脱，早就被共党给抓了。 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对惊蛰行动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吗？我要是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毛局长，毫无疑问，你就再也别想看见你在台北的老婆和孩子了。一定是在事先威胁过你，以你所谓的短处胁迫你听他指挥，为他做事。 所以才会有你刚才的故弄玄虚，而目的，是为了让我相信，麻雀就是他。哎，事情的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吧。需要我现在就说出他的名字吗？先生，请。谢谢。 这瓶咖啡啊，就跟品味人生的原味一样，除了香醇甘甜之外，还有一份浓浓的苦涩。马占远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他为什么要胁迫你听他指挥，为他做事儿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。 是保密局任命的监督大员，你的存在又会让他感到如此在背的威胁。况且，只要你稍加留意，便会发现他冒充麻雀，且急于营救那个日本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虽然你在毛局长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，诸如我对那个日本人格外关注了等等等等等等。马川元。 你是手握尚方宝剑的人呐，你的一句话，足以决定他的生死去留。崔老弟，感谢你的一语点拨，敬佩你的一眼洞察。好说。 实不相瞒，我也正在为此事而苦恼。不过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你明天真的打算去吗？当然。那你真的打算把那个日本人交给他们吗？ 刚被升去6名了，可是我明年还得去对付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。不过请马专员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把真的山口俊一交到他们手里的。只不过现在一时找不到合适交办他的人。 我去，让我去。你去。也许，在你崔大少爷眼中，我是个贪财之人，不值得信任。是，我是需要钱，因为我也要过生活。可是有的钱是绝对不可以拿的。
抗战8年，发财的机会不少，可老子从来没干过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。现在，就更不可能替日本人卖命了。明天，咱就一起来一个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。不过，有句话我得说到头里，我这个枪法不给劲。当年在特训班训练的时候，每次打靶我都不及格。要是明天一旦动起枪来，我担心。你怕死吗？怕，当然怕。不过看分对谁。对日本人，只有恨，没有怕。不怕死，就是最好的武器。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。我说特派员呐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这份闲情雅致啊？怎么了？谁惹我们陈老兄了？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吧？还能有谁啊？不就是那个不男不女的臭娘们吗？仗着自己是总指挥，耀武扬威，天天背着咱们抢头功。你知道他干啥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他带着人下山了，打游击去了。二叔这么做，确实是不仁不义啊。特派员，你一向主意多，赶紧拿个主意吧。他有张良计，咱有过墙梯。不过这事儿成不成，还得看陈将军的了。只要能让那小娘们吃瘪，我老陈豁出去了。好，请陈将军在这儿等候保密局的指示，我带几个兄弟下山去，给那个二叔放把火。再不济，还能给咱哥俩捞点油水回来，不是？哎，这打仗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我也去。陈兄不妥啊！如果咱们两个同时下山，二叔肯定会倒打一耙，再告咱们一个玩忽职守。还是兄弟我去打头阵。还是特派员想得周全啊。好。有空档，停一下。那些不是二叔的人吗？他们假扮公安干什么？兄弟们，跟上他！小王，带人去候车室。是。跟我走。现在有敌人要在车站制作暴乱，你去候车室检查一下。是。你好，我是火车站的安检员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证件啊？对。哦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做什么？
去看远房的亲戚。箱子里装什么东西？就是土特产。对不起，例行检查，真的是土特产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对不起。让一下，对不起。把这处理好。是。你干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陆科长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分散开来，找黑色手提箱。是。陆科长，这个车厢没有发现那个可疑的人。继续找。是。为什么给他戴着面罩啊？站住！想鱼目混珠吗？野狼，看来你没有诚意啊。咱们彼此彼此吧。我的夫人和孩子呢？尚文，野狼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一开枪，他们两个都得死。好啊，那你可以试试。你现在好像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吧？因为我有2个人质，而你只有1个。你就是马雀啊？没错。听说你找了我很久了。我问你，当年闪点行动是不是你向日本人泄的密？吴天祥他们行动的失败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还有，相思豆身份的暴露，是不是你？野狼啊野狼，多说无益，你要再这么说下去，只能再多死2个人。我看，我们不如就来交换人质吧。把我的人放过来。麻雀，你了解我，我从头到尾的目标都是你，而现在，要么你放了我的夫人和孩子，让我们一起离开，要么我们一起死。有意思。
弟兄们，好家伙，搞上！崔胜文，老婆孩子在我手里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都住手！崔胜文，这里都是我们的人，你不想让你的老婆孩子死的话，你就赶紧出来！崔胜文，再不出来，我杀了你老婆！ 从头到尾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冒牌货。二叔，崔胜文，你不管做什么，你都赢不了，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说过了，我有2个人质，而你只有1个。告诉我山口俊一的下落，不然我杀了他们。 放了他们，我放你们走。还和我讲条件吗？你选吧，先杀谁啊？是先杀大人呢，还是先杀小孩？胜文，你不用管我，看到你活着我已经满足了。野狼，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了。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山口的下落，你也不愿意做出选择，那我只好先杀。既然让咱们碰上，咱们就别客气。弟兄们。 给我狠狠的打，把这帮共党给我消灭干净！小宋，你怎么对自己人开枪？你见过咱们哪个部队全部都用这么精良的装备？有道理。给我打！陆科长，别来无恙啊！我希望我们的谈话能简单一点，用我的命换孩子的命，把炸弹绑在我身上。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但是我的这个人质已经非常完美了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建议呢？这是你我之间的事儿，别殃及孩子，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义。你脑子没问题吧？
你和我讲道义？全火车站的人都可以跟我一块儿死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说的并没有错，但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至少你现在不敢和我们同归于尽。你要清楚自己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，要不然，我们试试。好，好。我就喜欢跟聪明的人玩游戏，有意思。来人，把炸弹给我拆下来。是。科长，你别中了他圈套！立刻把孩子带走，疏散人群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这间屋子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下。